大家好，我是西川。这期视频是给心里有裂痕的人听的，它就像潘朵拉的盒子，会让你看到人性的至暗面。如果你是那种岁月静好、需要正能量的人，我真心不建议你听下去。有些东西一旦看见了，就回不去了；有些门推开了，就再也关不上。小何是我初中时代就认识的好友，我一度以为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，却没想到今年5月份开始，我们彻底断联了，是那种再见即陌路的决绝。我不打算在这里指责谁，也不是要控诉什么，只是想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整理我们的过往。我们最初的关系其实是从不喜欢开始的，但后来解开了误会，才发现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，说话直爽，不做作，不拐弯抹角。我喜欢这样的人，他也成了我当时最信任的朋友。他让我开始怀疑自己以前是不是太轻易的错过了一些人，可惜这段关系最后还是变质了。我们的联系从毕业后越来越少，多数时候只是网上偶尔联系，直到这几个月，我才开始发现他变了，变得喜欢算计，开始计较得失。我察觉他其实并没有把我当作知己，而是当成一个有价值的人脉。我也终于意识到，我们对友情的理解根本是两条岔开的路。他需要的是可以给他带来好处的人，不管是情绪上的慰藉还是现实中的资源，而我需要的是一种灵魂层面的共鸣。他总是说自己很累，工作忙到没有时间休息，于是潜意识里就会觉得我应该多承担一些。他会反反复复地答应一件事又反悔，然后用别人的评论帮他洗白，顺便说我多有本事，是他生命中的贵人。听起来好像是夸你，但你知道那是一种操控。他反复逼我听他喜欢的歌，哪怕我已经明确表示我不喜欢，不想听，他还是坚持放给我听。我越排斥，他越要强加。他陪我去外地考试，在我前一天晚上需要安静复习休息的时候，大声看电视，还一边喊叫。我提醒了好几次，他依旧我行我素。他还曾经半真半假地强迫我在他生日那天送他一幅插画，那幅画的主题让我极度不适，说白了，是我完全无法接受，也完全不认同的东西。那种内容对我来说不是单纯画技或审美的问题，而是违背我内心价值观的东西。我拒绝了他，但他没有放过我，一直追着我要，还说我不守信用，说我欠他一幅画。有很多事情我可以说出来，但我也不想一一细数了。那些年里，他让我一次次失望，我却一次次选择原谅，因为我总是告诉自己，他挺可怜的。我太敏感了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只是粗心，不会说话而已。我不停地 PUA 自己，让自己忍耐，让自己理解，让自己迁就。可是我后来终于明白，我一直在情感霸凌我自己。我不断让自己忽视内心的真实感受，只为了保住这段关系。可那段关系其实早已不对等。后来我慢慢看清，他是一个怎样的人。他会刻意营造自己真性情的形象，用自嘲来博取同情。我就是个唐氏，我就是个老阿姨。先把自己贬低了，别人就没机会再伤害他。他懂得如何用这种弱者姿态博得同情，获得主导权，掌控话语。他的爱情观也一样，他总是暗恋别人，因为这样他可以控制何时开始，何时结束。第一次恋爱是跟一个女生，那是他第一次被深深的爱住，可他却在还没陷进去之前抽身失联。他说他害怕失控，怕自己太脆弱。至于那个生日礼物，当时我还以为他只是想要，但后来我明白了，他真正想要的不是那幅画，而是想看看我会不会为了他而打破自己的底线。他想测试我，看我能不能为了讨他欢心，把自己的原则踩在脚下。那不是一份生日礼物，而是一场情感操控的试炼。他从不直接批评人，而是转述别人的话来打压你。比如某某说你是白眼狼，他说你怎么怎么样，他自己躲在暗处，却能影响你情绪，让你怀疑自己，甚至对无辜的人心生反感。
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坏人，他甚至看起来有点傻，有点弱，有点大啦啦。但这种人往往是情绪操纵高手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对善良的人下手是最容易的。他从不会去挑战那些真正强势、难缠的人，只会挑选愿意包容他、理解他、拯救他的人。他看起来什么都不图，什么都不计较，其实精于算计，擅长占据道德高地。他戴着真诚、直爽的面具，却有一颗权衡得失的内核。我总以为我是在守护这段友情，现在才明白，我一直在牺牲我自己。这些琐碎的事情累积起来，终于让我明白，他其实从未真正理解过我，也从未把我当做一个需要被尊重的人。那时候，我才真正认清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他需要的不是一个朋友，而是一个随时待命、随时可以为他牺牲的情感工具。我曾经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真相，一次次说服自己忍让，试图拉住这段关系。但直到断交那一刻，我才发现，其实我一直都在情感霸凌我自己。后来我反思了很久，为什么我会如此依恋这段友情？为什么在无数次伤害之后，还是难以真正放手？直到有一瞬间，我终于看清了，这一切源自我对原生家庭情感缺失的补偿。我把从父母那里得不到的理解与接纳，投射到了友情上。友情成了我一度以为的救命稻草。我甚至以为，只要有一个人真正懂我，就能救我。但我错了，真正能拯救我的人，其实只有我自己。只有我能够正视自己的脆弱、不完美与破碎，只有我能够选择不再依附，不再讨好，不再压抑内心的真实，而是坦然地接纳自己的全部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下定决心，如果一段连接是虚假的，我宁愿选择孤独，也不要继续内耗。我也终于明白，如果一段关系需要你不断压抑自己才能维持，那它就不是爱，也不是友谊，而是一场消耗。真正值得的连结，不需要你牺牲自己，不需要你扭曲边界。这些话我写了很久，停停写写无数次，因为这不是简单的抱怨，而是一场告别，也是一场自我重建的开始。如今我终于写完了，像是完成了一门命运安排的课。那你呢？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人？他们可能是朋友，也可能是家人，甚至是爱人。他们让你反复内耗，怀疑自己，逼你压抑情绪，否定本能。你是不是也曾为了维系关系，强迫自己理解，委屈自己，默默承受？但今天，请你也问问自己，那你呢？谁来守护你自己？